大家好呀，我是阿林。行走在新疆南部，常常会驻足停在街头某处，静静地看阳光照射下的窗棂，风吹过绿洲上的植物，还有翻译成中文之后各种有趣的店铺名字。这里是南疆和田地区的墨玉县，一座鲜有游客踏足的安静小城。葡萄架和漂亮的大门似乎就是这里的全部。在这个宁静的午后，我们要一同前往的是县城大巴扎，而在那里完全是另外一片天地。和田地区的墨玉县又名喀拉喀什，是维吾尔语，意为黑玉、墨玉。正是因为喀拉喀什河中出产黑玉而得名。在这座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小城中，生活着超过65万居民，这其中97%以上是维吾尔族人。每周日的大巴扎是整个墨玉县城最热闹的地方，巴扎上可以说是人山人海，像过节一样热闹，与宁静的县城街道仿若两个世界。似乎整个县城的人要么是来逛巴扎的，要么是来巴扎上摆摊做生意的。面前的这条街便是美食区域了，整整一条街上一家接着一家，全部都是美食商铺，弥漫的烟火覆盖了整条街的上空，扑面而来的是烤肉香，还有维吾尔语豪放的吆喝声。2块哦，一样的人对，都是好吃。新疆的羊肉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大且便宜。和田地区的烤肉与新疆其他地方稍有不同，肉串外面会涂上一层面糊，看上去黄黄的，是因为面糊中加入了鸡蛋和姜黄。这里的烤肉大都是2元或者3元一串。在这条街上，羊肉是绝对的主角。新疆的羊肉都足够新鲜，烹饪羊肉的方式更是简单粗犷，除了盐巴、孜然、辣椒粉，几乎没有其他的调味料。在新疆各地的巴扎和夜市上，常能听到大声吆喝着新鲜的羊娃子烤肉。像眼前的烤全羊，通常选用的就是鲜嫩的羔羊。
与内地的起早赶大集不同，这里的大巴扎将近中午才会陆续摆好摊位，而热闹程度则会一直延续到傍晚。墨玉大巴扎的规模很大，出入口也有好几个，分为不同的区域，有美食、果蔬、干果、服装，还有一些摆在外围马路上的零散摊位。美食区一定是最受欢迎的，也是人最热闹的。而第二个热闹的区域，小伙伴们猜猜是哪里呢？这家卖的除了烤肉之外，还有羊排汤和馕包肉。左侧黄色的便是馕包肉。馕包肉是新疆的特色风味美食之一，也是一道将馕与羊肉合二为一的美味。独到的烹饪做法使得馕包肉在口感上更有层次。肉常常选取的是羊排肉，需要先经过煎炸，激发出羊排肉中油脂的香味，之后再炖煮。馕包肉会将馕垫在最底部，上面摆满羊排肉，吃的时候会淋上炖煮羊肉的汤汁，汤汁慢慢浸透馕的表面，渗入馕中，与烤出来的面香相互融合，馕与羊排肉在口感和味道上都更加丰富了。
南疆的夏日极度干燥酷热，前方这座巨大的冰坨是新疆人们的解暑神器。这是酸奶刨冰，3元一份。大巴扎上好几家酸奶刨冰的摊位前都挤满了人。烤全羊是大巴扎上的另一道羊肉大餐。其实说到烤全羊，人们常常还会想到内蒙古，不过这2地的烤全羊做法却是大相径庭。与内蒙古草原上的明火烤全羊不同，新疆的烤全羊是在馕坑内完成的，并且同这里的烤肉串一样，也会涂上一层面糊。烤全羊是按斤称的，通常价位在130元到140元每公斤。在大巴扎美食中，相较于烤肉，鱼算是稀罕食物。这里的鱼做法其实相对单一，油炸之后撒上调料即可，先称重之后再加工，每公斤的价格是35元。这座现代艺术冰雕也是用来制作酸奶刨冰的。生活在南疆的人们对于冰爽也是极度的追捧。3元一份的酸奶刨冰是南疆最常见的夏日冰品。配料十分简单，糖浆、酸奶还有大冰块，用看似原始的方式产下来的冰，虽然加工粗糙，却能够让人一口下肚，迅速冰爽。新疆自制的酸奶非常浓稠，并且口味偏酸，与刨冰和糖浆一起搅拌，相互中和，冰爽加倍。在大巴扎上，每个酸奶刨冰的摊位都非常火爆，不管大人还是小朋友，都会人手一杯。
这是一片干果区，每个摊位的种类都差不多，杏干、葡萄干等等。不过具体到杏干和葡萄干的种类，那可就太多了。每个盒子中装的品种都不同，味道也不一样。不过可以一句话概括这里的葡萄干，又大又甜。请问这个怎么卖的呀？15。哦。不同品种的葡萄干价位也不一样，每公斤的价钱在10几块到20几块之间。而对于杏干，这与在内地见到的干果很不一样。新疆的杏干都是有核的，在口味上也很特别，因为是用整颗的杏晒干，不添加任何糖分。请问这个怎么卖的？25。哦，25。各种的杏干看着一样，但吃起来都有很大的差别。有的肉厚但酸一些，有的皮儿薄又甜一些。在南疆，人们买东西一定是会尝的，而老板们也是热情大方。这一点在上一次我们逛和田瓜果市场的时候便体会到了。来大巴扎上买东西的人们，往往都会尝个遍，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口味。干果区的外面是服装区，除了美食街，大巴扎上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这里了。之前小伙伴们都有猜到吗？漂漂亮亮的裙子是维族女生们的最爱，无论什么年纪。这里的服装其实很多产地都在广州，不过样式都极具新疆当地特色。
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注意到，一个接一个的摊位卖男士服装的却不多哦。看来爱逛街，不管在哪里，主力军都是女生。老板说这烤的是大腰子，7元一个。这是羊肝儿，巴扎上除了烤肉之外，烤羊肝也很多，并且价钱往往比烤肉要更便宜，2元一串。我可以拍一下吗？啊，谢谢。哦，这个是什么爷爷？是这个熬出来的吗？烤包子在新疆是除了馕之外另一种重要的特色美食，也是在馕坑中制成。包好的生包子贴在馕坑内壁上，10几分钟就烤熟了。不过过程却需要耐心和细心，除了需要往馕坑中鼓风之外，有的时候还需要撒上盐水。这家烤包子店在当地很有名，包子在出炉前，馕坑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。虽然叫做烤包子，但吃法与包子却不一样，并不是一口咬下去，要先将包子皮用手撕开之后再吃。大锅中煮的是用来搭配拌面的配菜。新疆的拌面又叫拉条子，以口感劲道著称。拉条子在制作的时候不用擀和压的方法，而是直接用手拉制成，这也是保证劲道口感的关键。
煮好的面常会过凉水，有时候要2到3遍，这样面的口感才会更加劲道。新疆拌面也叫菜盖面，配菜通常是各种蔬菜和牛羊肉炒在一起。这家拌面的配菜相对单一一些，在一些专门卖拌面的饭馆中，选择会有非常多，比如常听到的过油肉拌面，还有韭菜炒肉拌面、西红柿辣子洋葱炒肉拌面等等。好玩吗？不用谢。小朋友家卖的是肉馕，看上去倒是有一点像披萨。这个多少钱一个呀5块钱。？5块。哦，里面是羊肉是吗？是个羊肉的。哦，谢谢。在和面的时候，面粉中会加入切碎的羊肉丁儿，还有盐、胡椒粉等等调料。这也是一家卖烤包子的店，店前有好几个大大的馕坑。不管是制作烤馕还是烤包子，在烤制前都需要先将干柴放在坑内燃烧，把坑壁烧得滚烫。擀好的馕还有烤包子贴在坑壁上，热力就会将它们慢慢烤熟。好，我可以拍一下吗？谢谢。你好，我可以拍一下吗？哦，这样。哦，里面有馅儿的。哦，10块一个。哦，谢谢。
手抓饭，这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新疆美食了。其实手抓饭是中亚、西亚地区的菜品，在维吾尔语、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中都有自己的名字。做得好的手抓饭，每一粒饭粒上都有油光。一路逛下来，如果吃腻了羊肉，也可以只要一份素手抓饭，一般18元或者10元。这是油塔子，因外形塔状而得名。油塔子其实是西北的回族人发明的面食，一般在早点时配着粉汤来吃。大巴扎上相对没有那么热闹的是蔬菜区。从之前的美食街上，我们也能看出，人们最爱的还是肉类。在配菜上也并不繁琐，洋葱、胡萝卜、辣子、西红柿就可以覆盖大部分美食样式了。这里干燥的气候并不适宜蔬菜大面积种植，这也是形成如今饮食习惯的原因之一。请问这个怎么卖的呀3吨1公斤？3块1公斤。哦，谢谢。虽然蔬菜种植面积不多，不过盛产瓜果是新疆的美名。巴扎上的哈密瓜一般是每公斤3.5元，西瓜每公斤1元，杏子每公斤7元。请问这个怎么卖的呀7块1公斤。7块。在墨玉县的大巴扎上，我可能是唯一的外地人。眼花缭乱的美食、艳丽漂亮的裙子，还有这里维吾尔族人的热情，都深深印入我的脑海中。希望这次的分享也能带给大家一份南疆的风情与风味。好啦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